傅，你在干嘛？这个车停个2、3天，电瓶就没电了，打不着了，我再给它检查一下。这个车不是前2天才在我们这里换的电瓶吗？是不是电瓶的质量不好呀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你把这个电瓶拆下来充个电吧。好的。哎呦，快去！再给它换个电瓶试一下。现在再去启动一下。可以正常启动了。车主说车子放个2、3天就没电了，但是搭电打着之后又可以继续开。现在我给他换了一个满电的电瓶，再放个2、3天试一下，是不是我这个电瓶有问题？现在给他把车锁住。Later。现在车已经放了3天了，我来试一下这个电瓶还能不能打着。解锁已经没反应了。这是他的车有问题，现在连解锁都没有反应，肯定是有哪个地方在漏电。现在我要给车主打个电话解释一下，不是我这个电瓶有问题。现在车主让我帮他检查电路的话也要看运气，运气好的话一下就能检查出来，运气不好的话，就算把整个车的线路全部拆出来也检查不出来。但是检查漏电也是有技巧的，今天我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。先给它换上有电的电瓶，把正极装上，负极先不装，然后把万用表调到20毫安的位置，表针插在这里，再把2个万用表的表针分别装在电瓶装头和负极线上。我们现在再把车门锁上，把机盖锁上。我们再看这个万用表的数值，正常锁了车以后，这个数值会慢慢下降，下降到0.05以下都是正常的。我们多等一会儿，让车上的模块多休眠，看一下会不会降下来。小兰，可以帮我把这轮胎充个气吗？怎么是你啊？可以的，你往里面开一点吧。什么时候换的这个车呀？我去年换的。然后我卖。好了。你给我订个配件吧。你要换什么呀？我给你订。这边的门边的塑料板你给我换掉吧，都发白了，太难看了。你这个不用换，你这个是塑料板，长时间太阳暴晒，老化发白了，可以翻新的。翻新？这不像这车门可以喷漆的，怎么翻新呢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去给你拿。使用这个塑料镀金修复液就可以翻新了，直接把它倒在海绵上，涂抹在塑料板上面。你这还挺明显的。涂抹上去就变新了，你这会不会洗个车就掉了？不会的，这个不是水也不是油，是镀金，用高压水枪冲，用毛巾擦，用刷子刷都不会掉，而且在太阳下面看着更亮更新。你帮我把这一块也翻新一下吧。继续给车主翻新。好了，现在看着是不是很新？过了这么久了，电压应该下来了，看一下。你们看，现在数值是0.25，没有再下降了，就说明有用电器在漏电，没有休眠。现在我们需要找到漏电的地方，方法也很简单，先把保险丝盒打开，拔掉保险丝，然后再看一下万用表的数值，如果恢复到0.05以下，再找到对应的用电器，再继续维修就可以了。外面的保险丝都已经拔完了，没有发现漏电的。再检查一下车内的，把车门锁上。车内保险丝一般都是在方向盘的下面，它这个车是在这个位置。现在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再检查一下里面的保险丝，里面的保险丝也没有问题。哎，它这个行车记录仪为什么锁车了也不会休眠啊？我感觉是这个行车记录仪在漏电。我把插头拔掉，再试一下。现在再去外面看一下万用表，降下来了，0.05是正常的范围。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再漏电了。现在问题是解决了，但是这是我花了3天时间才检查出来的问题，该怎么收费呢？哎，不说了，先给车主打个电话，跟他说一下情况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兰，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修理工平常都在做些什么。今天我来的比较早，依依还没有起来，我现在把门打开。这个小金毛是我前几天捡的，早上来了一般都是先给它做个早餐。出来，
它的腿脚有点不方便。它还比较小，放点奶粉和狗粮拌一下，等会儿吃的时候会软乎一点。过来吃早餐了，金子。小金看着好瘦呀。我也要去弄我的早餐了。我们这里离镇上比较远，所以早餐也是随便弄一点吃就行了。买了3桶泡面，先给依依、小调泡上，等会儿他们来了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师傅，你今天怎么来那么早呀？早餐都给我们准备好了。你吃哪个？你选一下。那我吃这个吧。今天外面有几个车要修，我给你们2个分配一下工作。依依，你等一下把里面的水弗兰做一下保养。小调，你等一下把外面的那个大众换一下减震器。我今天来修这个车的钣金，它这一块被别人撞了，都凹进去了。我打算把这一块叶子板拆下来，用锤子敲平整，然后再刮腻子喷漆。它这个叶子板之前修复过，敲的全部都是印子，生锈了。先把凹进去的给敲出来，再装上去对比一下位置，没问题就可以打磨了。再用修复机把一些比较小的坑给拉出来。师傅，你来一下，你刚刚让我保养那辆车发动机故障灯亮了，不知道怎么弄。先用电脑读一下故障码，我给你去看看。好。依依，你以后在干活的时候，在身上带一个万车宝，车子亮故障灯了，随时随地都能检查。先把万车宝插在 OBD 接口上，打开手机上的万车宝，它就会自动连接识别车型。而且这里面有很多功能，故障扫描、深度检测、数据流、蓄电池检测，这些功能对我们修车都很有用的。发现有故障了，点立即检测，故障检测30秒左右就可以出结果。检测出来一个故障，点开看一下，凸轮轴位置传感器故障。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坏了，你跟客户说一下，问他修不修。粉丝们，这款万车宝我建议你们也可以在车上备一个，把它插在车上，它可以随时随地监测你自己的车辆。如果有故障了，手机上也会立马收到提醒，而且检测出来的故障也会给你提出维修建议。就算自己不会修，好的，我让送配件的送一个过来。这个万车宝你拿着吧，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就自己检测一下。不知不觉已经11点了，来街上买点饭菜，顺便调个油漆回去。师傅，那个雪佛兰已经换了传感器了，故障灯已经不亮了。好的，洗个手，你叫小调一起来吃饭吧。今天这个车我要给他修好，客户明天要取车，开干。这个是原子灰，放一点固化剂，搅拌均匀，刮在车上。宁波这2天比较冷，需要用烤灯烤一下，烤干之后还需要用打磨机把表面打磨平整，然后再刮一遍腻子。这次要用320的砂纸来打磨，用太粗的砂纸容易把之前的腻子打磨掉。这个是红灰，它比普通的腻子要更细，也是用来填坑的。红灰不需要用烤灯烤，它干得比较快。把表面吹干，没有水分就可以开到烤漆房喷漆了。喷漆的时候不能着急，要慢慢的来，也不可以盯着一个地方一直喷，不然油漆会流下来，看着很丑。这个就是喷完的效果。油漆已经喷好了，需要在里面晾衣。这就是我们修理工的一天。这几天生意比较好，每个人都有活干，比起打工，自己做生意还是要好一点。今天的生活日常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很多粉丝都不相信我在路上遇到很多车坏了需要修，其实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。你看，前面就有一辆车坏了需要修，但是旁边好像是一个修理工，我去问一下他要不要帮忙。
你好，这个是你的车坏了吗？这个不是我的，半路上遇到的，客户说故障灯亮了。那你怎么不拖到修理厂修啊？在路边修也太危险了。主要是这个车还有一些毛病，发动机抖，然后挂上档，踩油门，车还不走。我是做流动修车的，车在哪里坏我就在哪里修了。我是开修理厂的，你要不要把车拖到我的修理厂修啊？不收你场地费。那这可以啊，那我把工具收一下。今天又拉了一单生意，虽然说不收他的场地费，到时候看看是什么问题，看看能不能从我这里订配件，到时候我也能赚一点点。你车上有拖车绳吗？主要这个车现在开不了。有的。好，踩刹车。你这场地蛮大的，还有2个举重机。对，里面还有个烤漆房，场地是够用的。师傅，你有没有找到车子是哪里出了问题啊？还没有，发动机还在抖动。这4个缸都点火，应该是喷油嘴坏。你没有汽车电脑吗？这样检测太麻烦了，而且还不能准确检测出来是哪里出了问题。今年刚做流动修车，然后买一个汽车电脑的话要7、8千，太贵了。你可以试试我这个汽车电脑，虽然说很便宜，但是里面的功能却很多。它都是从431电脑里面1比1复制过来的。你这个电脑好小啊，确定能检测出是什么问题吗？可以的，你别看它小，里面该有的功能都有的，像发动机、变速箱、ABS、车身系统、安全气囊都可以检测。这个车的接口在这里，先把接头插在车上，然后打开手机上的万车宝，蓝牙绑定之后就会显示车型。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功能，点开更多，这些功能都是可以使用的。返回主页面，这里已经显示有故障了，点立即检测，开始检测了，30秒左右就可以出结果。检测出2个故障，点开看一下。2缸和3缸的喷油嘴故障，你把这2个缸的喷油嘴拔掉，看看有没有变化。拔掉了没变化。你再把喷油嘴对调一下，有可能是线路的问题。还是一样的，确实是喷油嘴坏了。你这小电脑检测的这2个喷油嘴坏了，你直接帮我订个配件吧。可以，你再检查一下挂档步骤是什么问题吧。要是有东西坏了，我给你配件一起订了吧。师傅，你做修车几年了呀1年多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问一下，你有没有找到车里哪里有问题啊？还没有。你没有闻到车里面有股烧焦的味道吗？闻到了，它这是面包车，里面有味道很正常的。这个肯定是车主经常半离合开车，导致离合器片磨光了才散发出来的味道。你的意思是挂上档不会走，是离合器坏了？对，这种问题我经常遇到，我和你一起把离合器片拆下来看看就知道了。挂上档车子不会走，想知道离合器坏没坏，需要把变速箱抬下来。我现在拆的这根是传动轴。师傅拆的这个是启动马达，离合器拉线拆掉，插头拔掉，这根是导杆线。行，我马上过来。好嘞，哎，好。美女，你看这样怎么样？这个车你来修，利润你6我4，怎么样？可以。你这是又来生意了吗？对，外面现在还有个车等着我去修。你那个小电脑先让我用2天吧，等我那个到了，然后再还给你。好的，来给你。好，谢谢。现在用这个波箱顶把变速箱抬下来。变速箱一个人不好抬，我让小雕过来帮个忙。这颗螺丝拆掉，变速箱就可以抬下来了。这个是离合器压盘，好多粉末已经掉出来了。哇，它这个车真的是我见过离合器片烧的最严重的一辆了，压盘都已经烧断了，也不知道这个客户是怎么开的车。再把它这个离合器片拿下来看看，离合器片上面的纤维这边全部磨光了，已经变成光秃秃的铁片了，纤维都已经烧得结块了。我现在给那个修理工拍个视频给他看一下，确实是离合器片坏了。你这个确实是离合器片坏了，这里的纤维都已经磨光了，而且这个压盘也已经断掉了。视频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，你看一下，确定没有问题的话，我就给他订个配件换上去了。